在经过长时间的所谓反补贴调查之后，欧盟委员会12号发布公告称，将从7月起对中国电动汽车最高加征38.1%的额外关税。此举引发国际哗然。在欧洲内部，包括德国、匈牙利以及一些汽车企业公开反对欧委会的保护主义措施，担忧此举将引发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欧方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切实落实近期中法欧领导人 3方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中欧相处正确之道，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实现共赢。同一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就中方是否出台反制措施作出回应。中方有必须捍卫的原则， 那就是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也有必须维护的利益，那就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根据欧委会12号发布的公告，欧盟将对比亚迪、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分别加征17.4%、20%和38.1%的关税，对其他制造商将征收21%的关税。进口自中国的特斯拉汽车可能适用单独的税率。 深圳卫视注意到，欧委会公布的临时性关税措施将在7月4号正式实施，而最终措施将在11月实施。这意味着中欧之间仍有4到5个月的谈判空间。 Yeah, well, this is one thing I asked of senior European Commission officials who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behind the scenes, and they said, look, we're not there yet. What we want is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ind a way to not have to implement these new tariffs. They were asked about whether or not retaliation outside of car makers,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French cognac or dairy products from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weren't drawn on that, and they had no comment to make particularly on that.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avoid a trade war.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向深圳卫视表示，针对他国出台的贸易救济措施，中方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对机制，在欧委会作出最终裁决前，仍然存在谈判和对话的空间。一方面呢，就还是鼓励这些相关的企业去积极应诉，提供相关材料，然后在这个利用包括欧盟的国内法律程序去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当然，第二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政府间的磋商，表达我们对欧盟反补贴调查的意见，要求欧方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政府间的这种对话或者谈判，来对这个问题进行适当的处理。 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少反对声音。美国政客新闻网指，对于正寻求连任欧委会主席的冯德莱恩而言，此举是一次政治豪赌。冯德莱恩如果想要连任，必须获得法德领导人的支持，而前者支持增加关税，后者则多次表达了反对。12号，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欧盟应就相关问题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德国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限制措施，而是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匈牙利国家经济部也发表声明称，欧盟应该支持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征收惩罚性关税。英国广播公司指，这代表欧盟内部也存在变数，因为如果有代表至少65%的欧盟人口的15个国家投票反对，关税也无法在今年11月正式实施。 挪威虽不是欧盟国家，但也对欧盟此举表示反对。此外，多家车企第一时间对欧盟加征关税表示反对。宝马集团表示，欧委会此举是错误的决策。该集团董事长齐普策称，加征关税将会阻碍欧洲车企的发展，同时也将损害欧洲自身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引发连锁反应。梅赛德斯奔驰、斯特兰蒂斯集团也发表了类似评论。 宝马、奔驰和大众等欧洲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今年第一季度，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约为30%。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任何反制措施，这些制造商将被严重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欧盟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美国汽车杂志 Motor Trend 指出，中国电动汽车目前价格较低，且续航里程不错。如果欧洲不能提供足够的本土替代品，欧盟减碳目标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And so I think the danger is getting into sort of a tit-for-tat tariff battle here. Nobody seems to want this. The German automakers in particular don't want this. And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ushback here, and the Commission will probably show some flexibility. 应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乘包机抵达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接下来，李强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并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当地时间13号下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总督府北草坪举行仪式，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抵达总督府时，拉克森在草坪入口处迎接。拉克森陪同李强观看毛利欢迎仪式。拉克森向李强介绍迎候的基罗总督夫妇，军乐队奏中国国歌。鸣礼炮19响，随后李强检阅仪仗队和军乐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新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两国合作创下多个第一。李强指出，中新的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新方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深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汽车、创意产业等领域合作潜力，也欢迎更多新方企业来华投资。李强还强调，中方愿同新方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赴新提供更多便利。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及各级别沟通对话。新方愿同中方加强执法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服务贸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中新总理会晤联合成果声明，两国同意启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根据外交部此前公布的消息，李强此行的第2站是澳大利亚。当地时间6月12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题为“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李强总理此访是2017年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标志着澳政府重建澳中对话和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据阿尔巴尼斯介绍，李强总理访澳期间将参观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两国总理还将共同出席在珀斯举行的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阿尔巴尼斯提到，中国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表示，澳大利亚棉花、铜、煤、木材、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能够重返中国市场，让澳大利亚农民、种植者、采矿者和出口商获益匪浅。同时，中国民众也能享受到澳方的高质量产品。提到澳中关系时，阿尔巴尼斯强调，澳中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应通过对话解决。如果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在维护地区稳定上发挥作用，所有人都能获益良多。It is symbolic as well of the stabi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s occurred.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visit of the Chinese Premier to Australia. We want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stronge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澳大利亚政府12号发表声明称，在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关税后，1个月内，澳大利亚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8600万澳元，约合4.2亿元人民币的葡萄酒。该声明强调，在经历了3年的贸易中断和全球需求下降后，这对本国葡萄酒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目前已有350多家澳葡萄酒厂商重新建立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外界还注意到，正当美国和欧盟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际，澳洲市场继续向中国汽车开放。
未来18个月，预计将有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进军澳洲市场。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近日表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汽车销售的第3大来源国，其中每年要从中国进口数十万辆新能源汽车。截至今年初，澳大利亚销售的所有新能源汽车中，80%以上是中国制造。当地媒体报道称，目前在澳大利亚汽车市场上，中国的比亚迪已成为仅次于特斯拉销量第2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当地消费者认为，比亚迪的技术正在快速进步，在功能上和特斯拉已经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价钱相对较低，因此备受欢迎。为了减少碳排放，澳政府近年来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补贴，令新能源车销量不断增长。今年5月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8%，再加上由于澳大利亚并无本土汽车工业，不存在补贴竞争等问题，因此对中国车企业而言，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当地时间13号起，一连3天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举行。不过，今年多位 G7 成员国领导人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困境，在涉华、俄乌以及巴以问题上，美欧之间又存在重大分歧。不过，7国集团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框架，同意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利息，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A G7 meeting has no intention of doing anything when they meet in a 5-star hotel with a Michelin restaurant. I mean, it's a holiday. 从12号起，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陆续赶往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海边豪华度假村，参加1年1度的 G7 领导人峰会。因多位领导人深陷各自国内政治博弈，且俄乌和巴以2场战争持续不绝，外界普遍认为本次 G7 峰会阴霾密布，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作为东道主，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坦言，这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刻。路透社12号在报道中称，G7 国家领导人大都心情沮丧，因为多位 G7 成员国领导人的政治前途目前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距离美国大选越来越近，美国总统的拜登的选情却十分紧张。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已在绝大部分关键州领先拜登。雪上加霜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又刚刚因非法持有枪支和隐瞒吸毒背景被判处有罪。而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将在未来几个月里迎来关键的选举，其中位置最岌岌可危的是苏纳克。在7月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领导的保守党正以极大的劣势落后于工党。一旦败选，这名80后首相的唐宁街生涯就将告一段落。马克龙也因所在阵营处于下风而走出一步险棋，宣布提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会选举。极右翼实力崛起的当下，马克龙余下任期会否跛脚，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岸田文雄则将在今年秋季迎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受到黑金丑闻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岸田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其2021年上任以来的新低。因此，多位G7成员国担忧，明年合影的时候是否还会是同一批领导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两国最晚都将在2025年举行大选，而他们领导的阵营目前也都处于落后位置。相比之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党刚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斩获佳绩，被视为目前G7内部地位最稳定的领导人。在欢迎环节，他身着粉色套装，笑容满面地与来宾一一握手，但观察指这难以平衡本届G7峰会的沮丧氛围。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有6场工作会议，主题覆盖非洲、气候变化和发展、中东、乌克兰、印太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尽管看似议题广泛，但核心内容仍然聚焦于俄乌和巴以2场冲突以及涉华议题。据美国彭博社记者获取的领导人声明草案显示，美欧将继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议题，意图组成共同阵线，在芯片等领域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上个月，美国公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等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华盛顿期盼能够统一战线，正极力推动盟友把该内容纳入最终的联合声明内。不过，7国集团中的多国
国财长此前已警告，提高关税可能带来贸易战风险。法国财长勒梅尔日前表示，中国仍然是欧洲的经济伙伴，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很重要。德国财长林德纳也指出，贸易战只有输家，不可能有赢家。德媒直言，美国对此事的关切高于欧盟，有些欧洲国家更希望能够避免跟中国爆发全面贸易战。欧洲也在进行一些尝试。一方面呢，有一些国家认为对华加征关税对欧洲自身来说会带来实际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但同样也有一些国家担心的是，一旦动手过度，或者说步子迈得更大，可能会造成一场新的贸易战。对于经贸方面的摩擦，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丧失，是很多欧洲国家所担心的。尽管通过炒作涉华议题博眼球，但本届G7峰会的首要议题仍然是有关如何支持乌克兰。据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当地时间6月13号报道，G7领导人在当天举行本年度峰会期间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将利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约3250亿美元的利息收益，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英国此前也提出过类似想法，考虑到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外交大臣卡梅伦在G7开幕前夕疾呼盟友们团结起来。I hope as a very minimum at the G7 this week, we can agree that we use the interest from the frozen assets to roll up an enormous loan for Ukraine, and the money can flow way before we get elections in America in November. 被扣押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金，大部分都在欧洲，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这些资产每年产生约30亿美元的利息。这项协议的技术细节将在未来几周内敲定。这笔资金预计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到账，但被视为G7国家在战争和经济层面支持乌克兰的长期解决方案。深圳卫视注意到，俄罗斯此前已做出强硬回应。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西方试图没收俄资产的行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均无异于偷窃，俄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事实上，俄方也已提前布局。上个月18号，根据俄司法部门对一起涉外天然气商业合作的判决，俄罗斯没收了德国最大银行在俄资产约2.3亿欧元的资产。专家分析，俄方此举就是为了震慑美欧，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杀敌1000，自损800。而就在12号，俄罗斯最大的交易所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当地时间13号起将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也宣布，由于美国对莫斯科交易所集团采取的限制措施，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和交割工具的结算均被暂停。外界普遍将此举视为俄罗斯做出的最新反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续第2年出席G7峰会。13号，泽连斯基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日本承诺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45亿美元的援助。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同泽连斯基也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报道认为，这凸显出西方国家继续给予乌克兰强有力的支持。Basically commits the U.S. to supporting Ukraine militarily with weaponry, with training for soldiers and the like for 10 more years. This is a negoti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months. 正午短评热点直说。G7领导人同意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利息来向乌克兰提供贷款。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外界曾经认为G7内部是存在严重分歧的。那不过从第一天他们就能达成协议来看，G7内部的实际分歧是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大的。这也是接下来观察G7这个集团是需要注意的。而这个协议的达成，首先是让乌克兰有了一个长期的资金来源，它显示西方在做俄乌冲突的持久化的准备。其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和解是变得更加难了。哪怕将来特朗普可能上台，要推动俄乌停火，这个难度也是大大增加。最后，这个行为是有代价的，可能会导致更多非西方国家的资金出于安全考虑逃离西方国家，而最后中立国成为受益者。好，来关注俄乌。近日，由3艘舰艇和1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的俄罗斯军舰编队抵达古巴哈瓦那港口，开始对古巴正式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密切监视，美军直言这是收集俄海军情报的绝佳机会。
据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的消息，有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喀山号核动力潜艇、科学院院士帕申号中型油轮和尼古拉齐克尔号救援拖船组成的北方舰队编队，当天抵达古巴哈瓦那港进行非正式访问。俄罗斯海军官兵站在潜艇的甲板上，向岸上的古巴民众致敬。Y es bueno que mantengamos las relaciones con Rusia a todos los niveles. Esto te da la medida que estamos en un nivel alto militarmente. Esta visita de estos buques y submarinos. Right behind me there are the 4 Russian naval ships that came into the port of Havana this morning. The ship directly behind me is a rescue ship, an icebreaker, which does not have much use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n behind that is a nuclear-powered sub, the Kazan, something Cubans say they've never seen before in this country,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oming in for all to witness into the port of Havana, really something quite unusual. 俄舰艇全部抵达古巴，引发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美媒指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核潜艇首次抵达古巴，甚至屡屡在报道中提到60多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俄海军舰队未来几周内还将在加勒比海与远程轰炸机举行联合演习。一些西方媒体揣测，鉴于古巴与美国之间的距离，俄海军舰艇编队在乌克兰危机持续期间访问古巴是有意向美方秀肌肉。不过，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在6号的公告中强调，俄舰艇编队在古巴停留不会对地区构成威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方不认为俄编队访问古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他强调，美方密切关注这次访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也说，美方见过这样的事儿，预计今后还会看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向古巴转移任何导弹，但美方将持续保持警惕。 We've been tracking the Russians' plans for this. This is not a surprise. We've seen them do these type of port calls before, and these are routine naval visits that we've seen und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We're always constantly going to monitor any foreign vessels operating near U.S. territorial waters. We, of course, take it seriously, but these exercises don't pose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军出动了2艘伯克级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 First place, there's no way the U.S. Navy is going to let Russian warships operate in its backyard without keeping very close track of them. Second, this is a chance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the Russian Navy. So the Navy has had 2 destroyers plus 2 ships that are equipped with a special kind of sonar that you tow behind you and get down deep where the submarine is operating, plus maritime patrol planes to shadow this Russian flotilla as it comes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incidentally, once they got close to Cuba, the Russian ships were also tracked by unmanned sail drone. 加拿大国防部当地时间12号证实，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架 CP-140欧罗拉海上巡逻机和一艘哈利法克斯级的魁北克城号护卫舰一直在观察俄罗斯舰队的活动。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举行军事演习在世界各地均属正常现象。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古巴属于正常操作，不是引发某些担忧的理由。 俄罗斯和古巴除了在军事上开展正常交流之外，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多点开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拉夫罗夫当天宣布，俄罗斯将继续向古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扩大与古巴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支持把古巴从美国所谓的知恐国家名单中移除。 Кубы из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спис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спонсоров терроризма. Это абсолютная аномалия, ког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ключает Кубу в список спонсоров терроризма, а при этом само э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вместе со своими сателлитами, пытаются
удержать ускользающую гегемонию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методами откровенного террора. 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谴责单边制裁行为，并反对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孤立政策。